海南未来有个生意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它不是旅游，也不是房地产，而是把咱们中国的文化从这里卖到全世界。老外怎么这么多？走在海南的街上，今年春节头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骑楼底下、老爸茶馆里，甚至菜市场，走到哪儿都能碰见。而且他们那股放松自在的劲，看起来比咱们当地人还像当地人。说实话，这是我在海南过的第4个春节，也是封关之后的第1个。像今年这样的景象，往年真没见过。那些老外根本不像走马观花的游客，倒像是专程来扫货的。骑楼那几家本地文化的文创店、石头饰品店，以前都是本地人光顾，今年微瞧，好家伙，里里外外挤满了老外，礼锦布袋、首绣香囊、椰雕摆件，他们挑的仔细极了，还凑在一起认真讨论纹样好不好看。更让我有感触的是，在高铁站和机场，那些拖着大箱子的老外，箱子里塞的，手上拎的，好多就是刚才在文创店里看到的同款布袋和竹编篮子，包装都没拆，那架势不像是来度假的，倒像是刚参加完一场大型的文化采购，正准备把这些地道的中国审美带回家。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一震，这哪里是普通的旅游消费啊？他们是在认真的挑选讨论，最后真金白银的买走那些代表我们生活方式和审美的物件，这分明是在采购我们的文化符号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海南未来最好的机会之一，或许就是把我们的文化从这里卖到全世界去。那为什么这件事特别适合在海南做呢？我琢磨了一下，发现有几个特别实在的支撑。第一，文化产品它天生就是轻资产，一条短视频、一个游戏、一部短剧，它需要的不是货轮和集装箱，而是海底光缆和数据流。海南现在直连的国际数据通道，时延压到了毫秒级，基本和国内网没两样。这意味着你在海南做好的内容，点下发布，下一秒就能抵达东南亚甚至更远的手机屏幕。琼州海峡没有物理大桥，反而让海南在数字时代能心无旁骛地做文化出海这种轻装上阵的全球生意。第二，政策实在，符合条件的文创企业所得税15%，高端人才个税最高也是15%。一个年薪100万的动画导演，在海南1年可以省下1台车的钱。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作品在海外赚了钱，这笔境外所得通过合规渠道回到海南，还能享受免税优惠。这不是口号，是真金白银在降低出海创业的门槛和风险。第三，环境吸引人，86国免签，气候好，网络看，更重要的是安全。盖洛普2025年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安全感排世界第3，仅次于新加坡和塔吉克斯坦，而英国和美国才分别排53和54位。西方大国中排名最高的是德国，也才24位。也就是说，中国是唯一进入安全感前列的大国。而这种敢半夜下楼吃宵夜的踏实感，不仅会吸引来自全球的内容创作者拖家带口来此定居，也会让众多企业放心将重要的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这里。安全已成为这里吸引人才与资本的第一张最重要的名片。但海南封关后，外国人的大量涌入背后，其实还折射着一股更大的时代浪潮。西方媒体，比如《纽约邮报》，最近很困惑，他们把全球年轻人追捧中国生活方式归结为美国的失败，或 Z 世代在抛弃美国身份。连线杂志说是美国梦的衰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则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在赌中国最终胜出。但我觉得这种看法其实把问题想窄了。他们没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韩国的 K-pop、日本的动漫在西方流行，大家就觉得理所当然，而带着中国元素的东西一旦火了，就好像成了需要警惕的现象。其实很多中国文化元素过去是被包装在日韩文化的外衣里，才被西方所了解的。如今中国文化能直接走红，恰恰说明西方过去对我们的了解太少了，甚至充满了误读。而现在不一样，通过短视频，全世界年轻人看到的是一个不再被滤镜扭曲的真实中。高铁可以那么稳，扫码支付能渗透到菜市场，喝热水成了养生智慧，午睡是一种理直气壮的权利。这些中国梗走红，背后是4层硬核支撑：一是安全感，安全感全球排名第3，而且是唯一排在前面的大国；二是基建，四通八达的高铁网；三是生活便捷，科技深度融合日常；四是治理效率，
高效的公共服务让老外惊讶。就像美国记者泰勒·洛伦兹说的，美国民众常被告知高铁会阻碍发展，但当他们发现中国的高铁不但可行，还很好用时，寻求真相的种子就被种下了。年轻人不是在选边站队，他们只是在用脚投票，选择一种更安全、更便捷、更有未来感的生活可能性。中国的现代化生活成了我们文化出海最坚实的底气和背景音。那具体怎么做？核心就是把你的品牌穿上中国文化这件得体的衣服，从海南这个橱窗走向全世界。这件衣服不是生硬的贴图案，而是做聪明的文化传译。就像美国华裔演员杰米欧一样，把唐装穿出街头风，讨论把太极融入健身课，这本质是文明的交融，而不是谁取代谁。比如海南文化本身就是混血的，南洋、中原、黎苗特色交融，没有沉重包袱，天生适合做这种创新。现在这条出海路径很清晰，线上通路已经打开。比如人在海口，你做的国潮商品或国风漫剧，可以通过独立站或社交平台直接卖给欧美的爱好者。一个教太极拳的课程，在独立站上年入100万美元不是传说。设计独特的中国结、国风首饰，通过独立站和跨境电商，能直接触达全球的细分受众。游戏、动漫、网文更是数字出海的天然内容。线下海南就是最好的体验试验室和信任基石。老外在海口骑楼喝老爸茶，在万宁冲浪，在三亚享受阳光，他们亲身感受这种真实可触摸的中国生活，是线上内容无法替代的信任背书。在海边咖啡馆举办一场中西合璧的咖啡酒会，本身就能成为爆款内容。线下体验建立信任，线上内容放大传播，独立站完成销售，这个闭环正在海南跑通。人才和创意的跨境循环也在形成。最初来旅游拍 vlog 的老外，可能变成创作者甚至合伙人，他们带着国际视角，帮我们把中国文化翻译成世界更懂的语言。流量进来，产业留下，新故事再讲出去，这个生态就有了自身长力。想象一下，不久的将来，也许在巴黎的某个超市货架上，能看到来自海南的遮乎茶包；在纽约的健身房里，会有融合太极理念的团课；在伦敦的街头，年轻人穿着印有各种汉字的 T 恤。当这些场景发生时，海南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热带旅游岛了，它会成为一个清晰的信号站，一个示范窗口，让世界看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审美和生活方式是如何以一种自信、开放、创新的姿态融入并影响全球潮流。